这小楼有10丈高，分上下2层，远看就是一个大葫芦造型。总设计师李长寿的灵感来源应该就是99的半身法宝诛邪如意剑，就是那只可大可小能载人御空的大葫芦。小楼立在一处水池中，正对门前80丈外有一口井，池井水道互通。若从空中俯瞰，一张100丈直径的太极图镶嵌在林中，水池便是阴阳鱼的形状，小楼与水井是2只阴阳眼。这是一座风水阵，能够起到镇运驱邪的功效，且堕仙门属人教一脉，阴阳太极图也是有说法在的。落到小楼前，抬头便可以看见一只木牌，写着小琼峰丹房5个大字。仔细看，木牌下面还有2行小字，经百凡殿许可，准建炼丹小楼。简单的来说，这是一处有正的规范建筑。从正门进去，迎面而来便是一张木屏风，屏风后便是那座6丈高的大号丹炉。这丹炉占地极广，上宽下窄，用大块的紫金锻造而成，其上刻着祥云百药，自身更是拥有着诸多禁制。只是这丹炉的上半部分有大量的补丁，看起来稍显寒酸了一些。这原本是一座被废弃的丹炉，但只是丹炉的上半部分被炸开了，被李长寿用灵鱼托关系在百凡殿淘换了回来，又花了半年的功夫不断的修补，总算是能够再次启用了。丹炉有3足双耳，肚子圆滚滚的，四面开了阴阳鱼造型的窗口，下方的凝火阵、君灵阵等主要禁制都十分的完整。经过李长寿的修补，这丹炉此时的威能比原本没有破损时只差了3成。更难得的是，把这个炉子搞到手，基本没花费什么代价。大块紫金本来就能够镇压绝大部分的灵药药性，这丹炉此时也算得上是小琼峰最值钱的宝物了。整个小楼就是围着丹炉搭起来的，在丹炉周遭是几排架子，上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玉瓶、葫芦、玉盒，里面也放着不少这丹炉炼制出的灵丹妙药，不过都是一些常规的品类。此地被兰陵娥收拾的是十分规整，这位小师妹此时也在闭关修行，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。99从外面跳进来时，一身浅蓝色长袍的李长寿正站在丹炉旁，掌心悬浮着10多颗淡金色丹药，在体会着方才炼丹的心得。哎，小长寿，你又炼出了什么新丹药？99满是好奇地凑了上去。师叔，你要尝尝刚炼制的清心凝神丹，改良了些许口味，药效应该不错。2颗灵丹缓缓地飞到99面前，被99吞到口中，嘎嘣嘎嘣地嚼着，很快就打了一个饱嗝，吐出了一口清新香气。好甜，再给几颗。李长寿随手射来一只白玉瓷瓶，将丹药都装了进去，将瓷瓶送到了99手中。99的小手依然不缩回来。这个月的仙人醉和佳人妹，放心，忘不了师叔您的。李长寿轻笑了声，老老实实的交上了2只巴掌大小的玉壶。99迫不及待地打开闻了一口，发出了一声颇为满足的叹息。可以呀，长寿，你炼丹的本领跟你酿酒的本领已经完全齐头并进了。哎，今日需要咱帮忙做什么吗？这2月你也不见阵法了，咱总不能一直在你这儿白拿白吃的。今日不用，20日后我想开炉炼制一种难度较高的仙丹，想请师叔前来相助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99颇为痛快地拍拍胸口，麻衣短衫顿时一阵晃动。20日后是吗？不错，20日后。这一次炼制的丹药对于弟子来说十分重要，且一旦开始着手准备，
就无法停下。若是说您到时候没有闲暇，还望及时告知弟子一声。另外，不知师叔您能否替弟子保密此事？什么丹药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？一种名为荣仙的毒丹。荣仙丹？这东西不是说能毒死真仙吗？我好像很久之前听武师兄说过这东西。你练这玩意儿干嘛？啊，毒其实也是药性的一种，如菜有酸甜辣一般。毒丹既可以用来杀人，也可以用来救人。师叔您放心，弟子并没有什么仇家，热爱修道生活，不会去做任何伤天害理之事。若是荣仙丹能够炼制成功，弟子会以今后1年份额的家人妹作为谢礼，且算在约定之外。成交。九九右手攥拳伸到李长寿面前，李长寿抬手握拳与他轻轻一碰，九九顿时眉开眼笑。20天后我再过来哦。师叔慢走。笑语声中，九九坐在大葫芦上冲天而起，飞到了小琼峰空中。他回头看脸，却见自己刚飞出的林子起了一处处薄雾，几乎转眼间这薄雾就将整个林子笼罩起来。但一阵微风吹过，白雾又尽数消失不见。方圆30里内的密林似乎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九九却知道，里面那一重重大阵已经开始运转了。以后想捉弄老七老八他们，可以把他们忽悠到这里来吗？九九小声喃喃着，但随之又想到了李长寿那张总是一本正经的脸庞。还是要跟这家伙打好招呼才行，不然又要在那慷慨激昂的讲什么大道理。摇摇头，九九坐着大葫芦破空而去，很快就回到了破天峰后山，飞入了几重重叠的大阵，身影消失不见。那里是忘情上人9个徒弟修行闭关之地，依山势修建了一片连绵的阁楼建筑。虽然9字9仙人只是破天峰一脉的一条支脉，但他们其中修为最低、入门最短的99都是真仙境，待遇自然不是奇缘师徒3个人能比的。此地不仅有绝佳的聚灵大阵，还有许多杂役弟子。几处阁楼周遭还建起了门规所禁制的防护大阵，算是十分理想的修行之所。99年纪最小，颇得师兄师姐的宠爱，住所位置与九屋相近，隐隐又在其他几位师兄师姐所住的拱卫之中。若99闭关，其他人自然而然的就呈现了守关之势。带着几位杂役弟子偷偷注视的目光，99自行的飞回了阁楼中，将脚上踢踏的布鞋踢走，光脚跳到那碧玉雕琢而成的床榻上，抱着2只刚拿来的玉壶，在那儿一阵嘿嘿的轻笑。这次先和你呢，还是先和你呢？啊，小瘦瘦还真是不错哟，竟然能做出这种好东西。3年这就要熬过去了，之前他埋下去的恒河水老白干也快出土了，到时候一定要喝个痛快。今天先宠幸一下家人妹吧。阁楼外，5尺高的矮道人咳嗽了一阵，正在床榻上趴着的99顿时捂住手中的2只玉壶，机警地瞪着外面，看到来人后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五师兄呀，你进来就好了，我又没开阵。我这不是之前刚被大师姐训斥过，咱们熟归熟，也要遵礼嘛。九屋笑着道了2句，向前走了2步，又顿时止住脚步。这实在是没地儿落脚啊！看着眼前乱扔的这个酒坛、短衫、肚兜，九屋拍拍额头，抱怨道：“哎呀，小九啊，
你也是1800岁的人了，收拾屋子都不会吗？啊？九九嗅了几下，摆手道：哎呀，又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，没事了。他随手将玉壶收到自己的储物法宝中，在床榻上盘腿坐了下来。九屋在地面杂堆之中艰难地开辟出了一条道路，坐在矮桌旁沉吟了几声。最近九九你去小琼峰的次数很频繁吗？都是去那儿做什么呀？玩呗，还能做什么？吴师兄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九屋连连摆手，随后又挠挠头，心底想到了几位师姐师妹交代给的任务，一时间有点说不出口。哎呀，这怎么说呀？总不能直接问我的小师妹是不是对小琼峰的某人动了春心。九屋重振旗鼓。我记得你刚入门那几十年，跟小琼峰的奇缘师弟走得挺近啊。对啊，当时奇缘师兄照顾了我不少。那你是不是……武师兄你怎么了？今天吞吞吐吐的。我这……哎呀！九屋一跺脚，那贫道我就明明白白的问了啊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小九你天天往小琼峰那边跑，在被罚禁酒的时候还天天这么有精神，你那几个师姐就在想，是不是我……是不是我……是什么？你我？九九紧紧地皱着眉，那双眼眸之中满是疑惑不解。九屋的一口气都提到嗓子尖了，道心一横，化作一声质问：你是不是快突破了什么的？哪有那么容易突破？九九翻了翻白眼。你告诉几位师姐不用担心，我如果遇到瓶颈会去问询你们的，不会自己莽撞着冲关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我先回去了啊，你修行吧。九屋落荒而逃，起身快步走到门口，又回头问了一句：对了，小九，之前你从小琼峰拿回来的那2窝蜘蛛被我养死了，你问问那个长寿师侄还有没有啊？我用宝物丹药跟他交换。知道了，下次过去我帮你问。九屋顿时微微一笑。哎呀，自从2年前九九捎带回了一窝3头重瞳蛛之后，他得了那种可以远程事物的蛛丝，这生活顿时就多了许多的乐趣。尤其是把这个蛛丝布置在自家道里经常洗澡的水潭旁，那个场面呢？九屋低头快步离去，一路都带着风声。我师兄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算了，应该是跟四师姐吵架了吧。九九摇了摇头，随后就开启了阁楼外的阵法，趴在床榻上拿出2只玉壶，继续陷入了开心的纠结时刻。小琼峰丹房中，李长寿站在丹炉前，已经投放好了下一炉丹药要用的药材，转身走向左侧的蒲团。他左手握着一面玉牌，仔细感受着大阵各处的变化，再三确认没有什么危险之后，随手开启了丹炉禁制。丹炉之中顿时出现了几朵火焰，而他也朝着丹炉左侧的蒲团坐去。但在向下入座时，他身周砰的一声出现了一缕青烟，身形也瞬间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了一张纸人。青烟中的纸人转眼化作了李长寿的模样，而这一缕青烟迅速地渗入了蒲团下方的小孔中，消失不见。幻形术，奇缘老道的绝活，他这个大弟子自然早就会了，甚至现在能够变换的东西比师傅还多了个
几倍？嘿嘿，九九师叔真的是太完美了。化作一缕青烟，在那弯弯绕绕的细小缝隙中，朝着下方迅速飘动。李长寿感受着自己路过的一处又一处阵势，心中泛起了微微的满足感。何来完美之说呢？九九不懂阵法，修为在真仙境，距离天仙境不远，根基扎实，仙力精纯，对自身仙力的掌控力更是出人意料的强。最重要的是能任由自己一个小辈如此驱使。说驱使也是有些过分啊。李长寿承认自己是有忽悠的成分在里面，但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，这也是两厢情愿的美事。九九师叔这一次确实帮了自己大忙，这就得感谢罚九师叔戒酒的赏罚殿的长老，感谢在九师叔幼年时就把九师叔扔到酒坛中洗澡的酒屋师伯，也感谢自己在道藏外殿角落的书架上找到的那几张残破的羊皮卷，并成功试验出了包括神仙醉呀、软仙散在内的主战迷药。这缕青烟下沉了约100丈，停在了一处狭小的崖层缝隙中。李长寿恢复成人形，他手中摸出了那只调控阵法的玉牌，手指在上面轻轻滑动几下，玉牌上的图案出现了少许变化。与此同时，他面前的岩石宛若水面般开始荡漾。李长寿迈步进入其中，岩石又顿时恢复成原本的模样。李长寿毫无阻碍地在这块大石中行走了几步，前方便出现了一扇小木门，推开之后便进入了一处3丈见方的密室。拿出控阵玉牌轻轻旋转，外围阵法起了微小的变化，这处地下密室彻底消失在了各处阵法的缝隙中。无论是从十面八方哪个方向，哪怕是天仙有意搜寻，都无法在不破坏外面阵法的前提下探知到这处密室的存在，这才是建造丹房的主要意义。男人嘛，总归是要有一个秘密空间才行，